大家好，又蛰伏了好几天。今天是我们环美旅行的第92天。看看后面我们来到哪里？猛犸洞国家公园。对的啊。这国家公园呢是免票的啊。所以国家公园呢就是那么个意思。那么个意思。但实际上呢是要玩这里的猛犸洞。没错。这个洞你以前走过吧？类似的洞我走过，以前呢去过那个浙江桐庐的瑶陵仙境啊。我相信江浙沪的小伙伴，如果有一点年龄的啊，肯定都听说过。名字起的也特别好，容易记。就是王母娘娘的瑶陵嘛。对。可是你看，我去过贵州的一个洞啊，洞不错，但是我到现在的名字不记得。所以我说瑶陵仙境这个名字起得很好，特别容易记啊。我还去过你们辽宁本溪的水洞。本溪水洞啊，对，是坐船进去的。你看我都没去过啊。是的。然后呢，冬暖夏凉，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冬天，哦呦可暖和了，印象特别好，坐在船里面，像那个船行驶在这个热水上面一样的，特别舒服。这个洞啊不得了，它有好多条线路。没错。一进去说要1个小时、2个小时、3个小时的啊。我们呢在网上选了一个相对经典的，我觉得开完看了说比较难，然后呢我就把它人家官网上形容叫 difficult 啊，我一听我就脚软，真的，因为需要爬的。我就理解为我们现在不是来洞里玩了，我理解为就是我们去爬山了啊。也没有错，相当于山是往上爬再下来，它是往下边走再上来。没错，就是啊。但是据说场景非常壮观。我们也看看到底跟中国的这种洞啊，是不是有相似的地方？最大的区别，我们看照片里，就是这个洞它都比较原始，它并没有红、绿、黄的这种灯光。你现在的感受不准，你得出来之后，光看照片啊。洞里呢比较冷，所以我们一人呢带了一件外套。光看照片可不行啊，吸引这么多人老外来啊！就像现在刚刚开春就有这么多人啊，订票都得提前订啊。我们的营地啊开过来啊10分钟不到。对。得天独厚，就可以看出这个营地为什么这么好，我们去验证一下这个洞吧。还得坐巴士好像。我们踩了一下线啊，然后去那个前台先去 check in 了一下，但实际上是不需要 check in，因为我们在网上买了票。我就是用那个美国国家公园的那个 app 买的，然后他说你只要拿着这票，到时候能扫就可以了。对，万一要是信号不好，你可以把它那个截一下屏啊什么的。没错，我们俩刚才还在感叹啊，我们出来之前啊看了一下网评啊，净看差评了啊，全是差评啊，我们俩都心灰意冷的。我们也喜欢看差评。没错，说停车场找不到车位，然后说服务中心全是人，排队慢，然后那个迟到了，巴士不等，票又不退，又太多了。没错，说工作人员像疯狂动物丛里那个树赖一样的。看起来主要还是这个旺季造成的。没错。这淡季啊，这服务台小姐又漂亮，声音好听啊，最重要漂亮。现在我们到了我们候车的地方啊，先踩个点儿，然后就是因为负面评价看的太多了，所以呢，那个踩好线，我们回去到那个大厅再去逛逛。那里边游客中心啊，里边很好逛，看起来很多。没错，有点像黄石的那个游客中心哦，又古朴又高雅。我们选的是这条线路。没错，2个小时。这是看什么穹顶什么的，你看对，有2个小时啊，它要走640。没错，最主要是这个厉害，640阶台阶。difficult 形容难，哇，这还有更厉害的，你看1500多。640个台阶，1.2公里啊。对3/4迈。当然这是一个 shelter 啊。对。那还有另外一个，还有一些线路，所以这里边洞特别大，它不是一个洞。没错。也不是连在一起的，它是不同的 tour。其实我们还选了另外一条线路，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买单。我们想今天走完了之后感受感受，看看需不需要再第2次再进来看洞。因为现在反正也不是旺季，买票也很容易，资源有的是。哎呀，我们今天早晨10点多刚买的票，买的12点15分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去游客中心了。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所有的纪念品上都蝙蝠啊。那难道这洞里边有蝙蝠吗？我们这个倒没研究那么多啊。哇，我充满了期待。你看帽子，反正都是有工作人员带领，所以应该没什么大事儿。帽子，你看，全是蝙蝠。蝙蝠，都是蝙蝠。我天哪！看这地图啊，不得了啊！而且人那边说了啊，这是世界上最长的洞穴。
哦，最长的洞穴，长达200迈。我看网上有个非常好的名字，叫《地心探险记》。啊，有道理。Wolf spider?有没有一种古墓探险的感觉？哇塞！阿里巴巴的财宝马上被我发现。哦，一滴水，一滴鲜水。哇，泉水叮咚，香。像不像那个关那个唐僧的那个洞穴？蜘蛛精。包了上。哇塞，前面队伍要跟丢了。这个空旷的地方设立的一些凳子，让前面的人等后面的人。If you follow me up the stairs. 又开始第二次上课了。我特别喜欢它那个黑暗静默，大概有那么半分钟吧。And over time, with pressure, that forms sandstone. So we have about a 450-foot thick band of limestone from various eras in the Mississippian era. 这些就是碎片，就是一层一层掉下来。就这个是吧？对。像不像那个海绵的那个板哦？哎，对。包括我们电视机和冰箱的那个板一样。但是现在这上面这一块呢是足够大的，所以它相对稳定一些了。我是这种感觉，好像塌方。对，像地震过之后呢。虽然说它像个帐篷，是个三角形，比较稳定，但是感觉就怕它塌了。对。蜿蜒向前的就是我们这个队伍，我们这个队伍其实还没有报名满啊，3辆大巴还是有很多座位。蜿蜒向前很有感觉，有一种探险队的感觉，还有一种什么古墓探险的感觉。古墓丽影啊，对，是还是《盗墓笔记》，还有阿里巴巴开宝箱的感觉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很喜欢这样的野性。队伍啊，我觉得不用着急。这个将近100多人的队伍，你可以坐在后面慢慢走就行了。
后面走呢，拍照效果又好，人又少，然后呢，最后总有一个工作人员断后，你也不会走丢了的。和我们小时候去的那个杭州的瑶陵仙境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，它完全是靠灯光打出来立体，什么这个嘛像猴子捞月，那个嘛像猪八戒背媳妇儿，那个是三姐妹啊，这完全就是野性，就是告诉你，你就是像探险队员一样的，进来的时候防空洞就开始有感觉了，这里像一个浮桥啊。这个沿途啊，就是栏杆边上沿途的这个石块掉下来的样子啊，感觉就是刚经历了一场大的地震，石头叠石头啊，毫无规律的搭成各种形状。这时候我一边走一边在想，万一我们进来这个洞口被封了怎么办？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这顶上是水吗？这顶上漏水哈。而且它漏水的样子像一个外星人刻的一个符号一样的。来就是看这块儿。哇哦！我们现在是排队，对，到前面去兜一圈看这个东西，然后从那边上去。再返回。我们上去就走那条道。我们选择这条线路，最主要就是看这个景象。对。哦，这个厉害，真的像瀑布一样。对啊。哇！哎呀！哎，下面有人啊，就是我们团友。啊！哎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魁北克有个冰瀑就是这样冻住了。像瀑布，太像瀑布了。哇，像冻住的瀑布。像的。也像笋，细细的笋，也像炸的。所以它中文翻译过来叫石笋嘛。对。哇，里面还别有洞天嘞。对，是关键地方给你特殊打点光。小心碰到左边啊。哦，哇，这像不像蝙蝠？像蝙蝠啊！哇，天哪，薄薄的，它还在那个渗水。哦，天哪！这么近距离接触的。就好像那个时间啊，一下子被魔法啪给点住了。没错。对吧？按了暂停键。暂停键。就好像那个《冰雪奇缘》里的公主。拿那个魔法棒，啪一点。Up and down or side to side？ 这个像仙人掌，上面也是。哇天哪，原来好东西要留到最后。太神奇了。像鱼鳍，像鱼的鳍，整齐的鲨鱼的鳍。一片一片的。对呀，切的那么好，你看。看这上面。哇天哪！看上面，神奇。哎，这鲜水能碰啊？竖琴，弹竖琴，倒挂的蝙蝠。像。特别是这个几个像倒挂的蝙蝠。像。啊。像。大师兄随时都会来救师傅的。我们现在都匍匐前进。哇，丛林啊！哎，你看这儿啊！哎，像不像昆明的石林？昆明的石林就是这样的，它是在那个地上的，没去过哦，太可惜了。哇，这是水呀！哇塞，这就是王母娘娘的瑶池。怎么了？瑶陵仙境要改名了？不是，就是王母娘娘洗澡的，七仙女洗澡的。这个叫水晶湖。水晶湖。哇天哪，里面还有洞。
啊，什么故事你就发生了。天，哇，妖魔鬼怪，我勒个去，妖魔鬼怪。太厉害了！对，太棒了，怪不得那导游刚才说啊，说你们说哪个国家公园最好？他说他希望说猛犸洞。肯塔基的猛犸洞国家公园，30块钱门票一个人，太值了。哦，天哪！你看，宝塔镇河妖，真的就像时间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停就是停看到这儿，你就觉得前面那些白看了。没错，真是，所以好的东西在最后嘛，硬菜放在最后的。前面那些排骨啊都白吃了，后边有大鲍鱼。走着走着竟然出来了，没错，强烈推荐这条线路，又轻松又好。完全没觉得累嘛。对呀、我们俩还千准备万准备。对呀、准备了好多水。啊，Kevin 还带上了头灯。对呀、也没用上，就出来了。肯塔基的威士忌，对呀波本威士忌啊，波本威士忌。对，这个是45度，嗯，这个是50度，现在估计加拿大都买不到了啊。这个60很度。多波本都买不到。没错，加拿大现在特别 BC 它不卖美国酒，对，我们就喝个咖啡，我们也不喝酒。麦乐迪听说这个波本主要用玉米，你要立马就，然后问我白兰地用什么，我说葡萄，对呀、没错啊。马上麦乐迪对白兰地有好感又上升了一步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去北海道的鱼市，它的威士忌是拿小麦做的？对啊，大多数的这个威士忌都是用小麦做的，哦但是就是波本比较特殊，它掺杂了很多玉米。哦，所以便宜，便宜是有道理的。全世界波本那个威士忌90%几都是他们的。都是肯塔基的对，地方来过了。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，对，麦乐迪看中这件儿了，这件好看，准备给我你看来一件儿。蝙蝠，中间还有个旅行者，特别好。这不是麦乐迪吗？啊，这不不是啊是我，我不会背这么大的双肩包的。这个双肩包应该有人帮我背着。好，来一件儿large 的大号。没几个了，好看，真棒。竟然发现了一块世界文化遗产的牌子啊，我还不认识，还是凯文认出来啊！的。我没怎么在美国看到这东西，他们也不是特别突出这个，他们更愿意突出国家公园。对对对，这个国家公园呢不要门票，但是呢参观每个洞穴呢收费，我觉得特别的亲民啊。像我们这个托只有30刀一个人，又前面一个工作人员，后面一个工作人员，还加上穿梭的巴士。下车之后啊，居然还有咖啡买，在这个荒郊野外的地方。这个不包括在门票里。在这个荒郊野外的地方啊，又非常干净，这个崭新的厕所和咖啡，哎呀，太美了。而且那个Kevin话说，像30块钱这样的托已经是最低底线了。底线了，但凡叫个托儿，对，就不能再低于30呢。啊，是的，2个小时时间啊。对了，麦乐迪还提到一个事儿啊，说这个外国人有没有涉及到影响？对，我说你下单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2个价格？他说没有，没有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国家公园，它这附近是不要钱的，国家公园是免费的，但是呢，你参加这个托儿进那洞里，是收钱，那么所以这个是托儿的钱，跟外国啊、本地人啊、身份啊没关系啊。所以说，就是来猛犸洞，目前你还不能感受到外国人的价格，对，这一点还是很好的啊。对对对，从特不靠谱改了价格之后啊，我们还没有去过国家公园。对，我和 Kevin 2个人最喜欢的还是黄石、优胜美地啊。班夫不是美国的，对啊，那个火山口湖、雷尼尔啊，这些我们都去过了。对，所以你点这些我们都去过2次以上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就不额外花那100块钱。
但是像这种政策啊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平淡看待，因为有对很多地方都是有针对本地人啊，本没国人错没错，优我们惠的啊是很平淡的看待。这个我包括们是能接受。停车费，有些地方都是本地的一个价格，我们外地的一个价格。没错俄勒冈就是这样的。这个没什么，这个我觉得可以接受。没有错啊。只要这些钱能落实到这景点的建设，对，或者能便宜一些人去的。你别有的人说他涨价好，那他又没捞到一分钱，他还跟那喊着涨价，他永远都不去，对吧？这种人就居心叵测了，对吧？你要是真去的人，那我们让路，然后他占到一些实惠，比如说好预定一些啊，对，人少一点，便宜一点，人少一些啊，那我们乐见其成啊。没错啊，有人愿意花钱，有人愿意稍微收敛一点，没错这个都是个人的选择啊。对，这也是国家的选择。就是那些从来没去过的，还不想去的，还看着人家涨价觉得很开心、很痛快的人，就这种人特讨厌、无聊了就。在家里负责开心。当然，这种人肯定是极少数了啊。好，我们回去了。你看我们旁边这个大叔，他有一摩托车，然后他这个是拖玩具的能够，然后他现在要把摩托车骑到上面去。No pressure. 然后他就倒一点，因为正好这个有斜坡，然后他这个翻下来的时候，就斜坡就会比较平缓一些，就不至于在这个角度这块儿，就是蹭到它的底盘。哦。It's okay. 漂亮的摩托车。摩托车很漂亮。黄色很耀眼。对。刚才我问他，我说你怎么带你的摩托车呀？然后他说那个，待会儿你就看得到了，然后那个他会放在后面，他说待会儿就展示给你看。Good job, man. You're a good fetcher. I gotta give it to you. 老爷爷非常的热情啊，对而且非常开朗。对，第一天就跟我来打招呼。It's a one-way game. 然后他就一个人带一个狗。我说我很喜欢你这摩托车呀，因为老外方式都是这样。他说他很喜欢我们的 trailer。不过他说他就是在重新他用词儿叫 rebuild， 就是重新打造一个他的这个生活体系，可能日后会换一套。老爷爷来了。帅。哦。